5亿年前的地球，海洋里已经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生物，有带着坚硬外壳的节肢动物，有长着复眼的顶级猎手，甚至已经上演起了激烈的生存军备竞赛。可如果你站在太空往这颗星球看，只会看到一片覆盖了大半个地表的昏黄海水，零散的陆地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连点像样的土壤都没有。整颗星球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死寂，一边是水下热闹到离谱的生命爆发，一边是地表荒芜到极致的环境。这种强烈的割裂感本身就是地球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为什么偏偏在5亿年前，生命突然像开了挂一样，短短2000多万年就集齐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门类？为什么这场惊天动地的大爆发偏偏发生在一颗看起来环境恶劣到极致的星球上？今天我们就一层层拨开5亿年前的地球真相，从高空的大气到海底的热泉，从漂移的大陆到微观的细胞，把这颗远古星球的全貌完完整整铺在你面前。看完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身上的每一项生存本能，我们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器官，甚至我们智慧的源头，其实都刻着那场远古海洋战争的烙印。先从最宏观的视角说起，5亿年前的地球和我们今天熟悉的这颗蓝色星球，几乎可以说是两颗完全不同的行星。现在我们常说地球7分海洋3分陆地，但在5亿年前，这个比例要夸张得多。科学家推算，当时足足有70%到80%的地表都被海水覆盖，而且这些海水大多不是今天这种几千米深的大洋，而是成片绵延几千公里的浅海，水深大多只有几十到几百米，阳光能轻轻松松穿透水面，一直照到海床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整个地球表面铺了一层巨大的潜水镜面，阳光打上去又反射回太空，从远处看既不像现在的深蓝，也没有陆地的绿色，就是一片泛着昏黄的明亮水面。那剩下的陆地呢？它们根本不是今天连成一片的7大洲，而是一堆零散破碎的陆块，大部分都挤在星球的南半球。这些陆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森林，没有平原，没有任何我们能认出来的陆地生态系统，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岩石，常年被海风和海水拍打着侵蚀。别说动物了，连像样的植物都找不到一根，完完全全就是一片生命的禁区。更离谱的是当时的大气环境，那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今天的几十倍，裹在地球外面形成了极强的温室效应，整颗星球就像被扣在一个透明的暖棚里。再加上当时的火山活动比现在剧烈得多，不停往大气里喷气体和火山灰，天空常年都是灰蒙蒙的朦胧状态。厚重的大气层把阳光滤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落到海面上的光线是那种苍白又发黄的色调，晃晃悠悠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光完全不是一个感觉。这种大气环境下，地球根本没有稳定的气候可言，整颗星球就像一台一直过热的发动机，气温在酷热和极端高温之间来回跳，从来没法长时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连我们最习以为常的昼夜循环，那时候都不一样。当时地球自转的速度比现在快得多，一天根本没有24小时，只有21到22个小时。日出日落的节奏比现在快一截，环境变化的频率也跟着变快，所有生命都必须在这种不停变动的环境里反复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被淘汰了。说到这，其实就能品出一点味道了。5亿年前的地球本质上就是个极端又不稳定的星球，陆地没法住，气候乱跳，连一天的长度都和现在不一样。可偏偏就是在这么一片混沌里，海洋成了生命演化的核心舞台。所有的奇迹，所有的爆发，
所有改变了整个生命史的转折，全都是在这片水下发生的。很多人说起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总觉得是突然凭空冒出来一堆复杂生物，但其实任何爆发都不是没有铺垫的。在那些显眼的动物出现之前，海洋里的微观生命已经默默耕耘了几十亿年，悄悄给这场大爆发搭好了所有的基础条件。其中最不起眼但分量最重的就是蓝藻这类微生物。它们早在25亿多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到了寒武纪时期，依然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靠光合作用活着，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制造氧气。科学家估算过，在那个远古时期，单单是海洋微生物的光合作用就贡献了全球 20%到30% 的氧气产量，一点点平衡着当时还严重失衡的大气环境。你可别小看这 20-30% 的增量，当时大气和海水里的氧气含量每往上走一点，就能给生命的演化多打开一扇门。后面所有复杂生物的出现，所有更大的体型、更复杂的器官，本质上都要靠氧气来供能。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就像地球最早的供氧系统，悄无声息地把整个星球的环境往适合复杂生命生存的方向一点点推着走。除了改变大气，这些微生物还在改造海床。当时的海底铺着厚厚的一层微生物席，就像一张活的地毯，在海床上四处蔓延。它们不是简简单单的活着，而是一层又一层的堆积、分解、再生，一点点构建起了地球最初的基础能量循环体系。海床上的矿物质、有机物，通过这些微生物的转化，变成能被其他生命利用的能量，就像给整个海洋铺好了底层的能量基建，后面再来什么生物都能在这个基础上活下去。这其实是地球演化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律，最微小的生命往往在左右着整个星球的走向。我们总觉得大型生物才是地球的主角，但实际上在几十亿年的地球史里，微生物才是常驻的幕后操盘手。后面所有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大戏，开场的幕布其实就是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东西一点点拉开的。当氧气含量慢慢上来，海底的能量循环也搭好了架子，多细胞生物就迎来了复杂度的爆发式增长。而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三叶虫。这类节肢动物最早出现在 5.2 亿年前，一出现就迅速扩散，成了当时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物种。从化石证据来看，整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万多种不同的三叶虫，体型差得特别大，小的只有几毫米，大的能长到70厘米长。它们平时就在海床上爬来爬去，抓点小型生物吃，啃一啃海底的有机残骸，同时自己也是更大掠食者的猎物，是当时食物链里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和三叶虫一起生活在海里的还有远古海绵、原始珊瑚以及各种各样的早期软体生物。这些生物里有一部分慢慢演化出了对称的躯体结构，这在演化史上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突破。你仔细想就明白，身体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物可以定向、协调地在水里移动了。以前身体不对称的生物在水里游起来可能歪歪扭扭，只能随波飘，想去哪根本做不了主。但有了对称结构之后，就能控制方向，想去觅食就往食物那边去，发现危险就能往反方向逃。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生命第一次掌握了主动移动的能力，不再是被动地跟着水流走。从被动存活到主动和环境互动，这一步跨出去，后面的演化速度一下就提上来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海洋里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个体，
而是慢慢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而这个体系里最关键、最有变革性的变化，就是能量获取模式的彻底革新。在寒武纪之前，生命获取能量的方式很单一，要么靠化学反应，要么靠阳光，大家各过各的，没什么太多交集。但到了寒武纪的海洋里，完整的食物链正式诞生了。有吃浮游生物的，有吃小型生物的，有捕食大型生物的，生命第一次形成了一张持续竞争的能量网络。而支撑这张网络的基础，就是不断上升的氧气含量。海水和大气里的氧气越来越多，给生物开辟了全新的代谢路径。氧气足了，生物产能的效率就更高，就能长出更大的体型，更重要的是，能发育出更复杂的原始神经系统。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眼睛诞生了，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演化。最开始的眼睛特别简单，就是一小团感光细胞，只能分辨亮和暗，连形状都看不到。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构，却打开了演化的潘多拉魔盒。你想啊，在这之前，所有生物都是瞎子，谁也看不见谁，捕食靠碰，逃跑靠蒙。可一旦有了能感光的眼睛，就能感知到天敌的影子，就能找到有光的安全区域，生存优势一下就拉开了。而更惊人的是演化的速度，放在地质时间的尺度里看，只用了500万到1000万年，最初的感光斑点就演化成了能识别轮廓、捕捉动态的复杂器官。这个速度有多快？打个比方，就好像昨天你还在用只能打电话的按键老人机，今天直接就换上了能拍照、能录像的高清智能手机，中间的过渡阶段快得几乎看不到痕迹。这绝对是生命演化史上最颠覆性的一次飞跃。因为从这一刻起，捕食者和猎物第一次能够清晰地看见对方。当猎物能看清追过来的天敌，它就不会再瞎跑，会针对性地找地方躲，会演化出更快的逃跑速度。当捕食者能看清猎物，它就不用再漫无目的的乱撞，能精准锁定目标，演化出更高效的捕猎技巧。整个生存博弈的规则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写，地球生命正式开启了一场绵延数亿年的生物军备竞赛。科学界把这一阶段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它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上最剧烈的飞跃之一。短短2000到2500万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动物门类都集体出现了。生物长出了结构更复杂的多细胞躯体，分化出了专门的组织和器官，拥有了自主活动的能力。生命从此不再是被动的求生，而是开始主动的和环境互动，主动的和其他生物博弈。当时海洋里占据主导的生物主要分3大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还有最原始的脊索动物。而生命多样性能够爆发得这么快，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海洋氧气含量的提升。氧气多了，代谢效率就高，复杂生物终于摆脱了能量供给不足的限制，能放心大胆地演化出更复杂的身体结构。就在这短短几千万年里，地球生命像开了创意大赛一样，接连冒出各种全新的身体构造，用来防御的硬质外壳，用来移动的分解肢体，用来感知环境的触手，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处理信息的原始神经系统。地球生命第一次具备了处理外界信息的能力，而这项能力就是后来所有智慧的起点。很多人会问，寒武纪大爆发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其实答案从来不是单一的。氧气含量上升是基础，神经系统发育是关键，眼睛的出现是导火索，再加上当时多变的环境压力，几个因素凑到一起，就点燃了这场演化的大爆炸。而这场爆炸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现在身上的脊椎、眼睛、四肢
本质上都是那场创意大赛里被验证过能行的设计方案。当眼睛普及开来，当食物链越来越清晰，海洋里自然就诞生了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角色。5.2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海洋里，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真正掠食者，其中最奇特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奇虾。如果单看外形，你甚至会觉得这东西是从外星来的。它的体长接近1米，你可能觉得1米不算什么，但你要知道，当时海洋里的其他生物大多只有几厘米长。放在同一个环境里对比，奇虾就相当于现在海洋里体长几十米的巨型怪物，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它的身体配置在当时堪称豪华，脑袋前面有2根灵活的前腹肢，专门用来抓捕猎物，嘴巴是环形的，里面布满了锋利的齿板，抓到猎物就能直接碾碎。最夸张的是它的眼睛是高度发达的复眼。化石证据显示，奇虾的单只复眼就拥有16000枚独立的晶状体。作为对比，现在视觉最发达的昆虫之一蜻蜓，复眼也才大概3万枚晶状体。也就是说，早在5亿多年前，大自然就已经演化出了一套足够强大的视觉系统，哪怕在昏暗的古海里，也能精准捕捉到移动的目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当时海洋里的大部分生物还靠着简单的感光点感知世界，顶多能看到个模糊的影子。结果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猎手，带着高清复眼，有灵活的抓捕器官，还有能碾碎外壳的嘴，在海里主动追击猎物。这对于当时的其他生物来说，完全就是降维打击。这类顶级掠食者出现之后，整个海洋的演化压力一下就拉满了，生命再也没法安安稳稳地飘着过日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席卷了整个海洋。猎物们为了活下去，开始疯狂点防御技能。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很多生物演化出了碳酸钙构成的硬质外壳。寒武纪的化石里能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一时期生物护甲的厚度和复杂程度提升得特别快，这不是巧合，就是生物应对捕猎压力的直接进化结果。除了长外壳，大家还想出了各种保命的办法，比如三叶虫，遇到危险就钻进海底的淤泥里躲起来，还有的三叶虫物种全身长出了尖锐的棘刺，让掠食者难以下口。那些身体柔软又没什么防御手段的生物，要么慢慢灭绝了，要么就迁徙到更深处，掠食者更少的水域里苟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食物链变得越来越复杂，地球生态系统第一次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顶级掠食者，而生命的演化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再是慢慢悠悠的适应环境，而是在捕食和被捕食的博弈里互相推着往前跑。这里其实有个很反常识的观点，很多人会觉得捕食是件很残酷的事，是生命之间的互相伤害。但如果站在整个生命演化的高度去看，恰恰是捕猎行为的出现，把生命从简单平庸的状态里拽了出来。你想啊，如果没有捕猎，大家都飘在海里靠阳光和有机物活着，没有生存压力，那演化的动力从哪来？可能过几十亿年也还是一堆简单的浮游生物，不会有外壳，不会有四肢，不会有神经系统，更不会有智慧。正是对被捕食的恐惧，逼着生物演化出了护甲，演化出了应激反应，演化出了更快的移动速度，演化出了更灵敏的感知，甚至演化出了最原始的智慧。换句话说，如今地球上所有复杂生命的演化根基，其实都源于5亿多年前那些在深海里拼命求生的小生物。我们今天能跑，能看，能对危险做出快速反应，这些本能追根溯源，都是当年为了不被吃掉，一点点练出来的。不到2500万年，
地球就从一个微生物主导的平淡世界变成了一个遍布复杂动物、充满生存博弈的星球。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一条生命的核心法则被永久地刻进了地球的历史里，能存活下来的从来不是最强壮的物种，而是适应变化最快的物种。这句话听着像鸡汤，但它真不是。它是5亿年生命史里无数物种用灭绝换回来的结论。环境在变，天敌在变，食物在变，只有能跟着快速变化的才能一直活下去。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闹得轰轰烈烈，但地球的变化从来不止发生在海洋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板块运动也在悄悄进行，并且从更深的层面塑造着生命演化的轨迹。寒武纪末期以及后面的地质年代里，地球开启了地质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板块运动过程——冈瓦纳超大陆形成。这片巨型的陆块把我们今天的南美洲、非洲、印度、澳大利亚还有南极洲全都拼在了一起。说出来可能很多人没概念，现在我们隔着几千公里大洋相望的几块大陆，当年居然是连在一起的一整块。如果5亿年前你能站在冈瓦纳大陆上，根本看不到现在各大洲的分界线，没有大西洋，也没有印度洋，整片巨型大陆主要都待在南半球，四周被无边无际的古大洋围着。大陆的变迁从来不是简单的地理变化，它会深刻地影响生命的演化。板块移动会重塑栖息环境，环境变了，生物就必须跟着演化。从这时候起，地质运动和生命演化就深度绑定在了一起。生命没法孤立的演化，星球本身的板块运动，时时刻刻都在塑造着生物的发展轨迹。板块碰撞到一起，就会隆起山脉；板块互相分开，就会扩张出海域。火山喷发会往大气里释放二氧化碳，改变全球的气温。洋流因为陆地形状改变而改道，全球气候就会跟着剧烈波动。可能前几百万年还是一片物产丰富的浅海，后几百万年就变成了荒芜的沙漠。可能本来是氧气充沛、适合生存的水域，转眼就变成了生命禁区。生活在里面的所有生物，要么适应新环境，要么就只能灭绝。科学界把超大陆聚合又分裂的循环叫做威尔逊旋回。简单说就是，超大陆稳定存在几亿年，然后在地幔热力的作用下慢慢裂开，碎掉的陆块各自漂移，互相碰撞，最后又重新拼成一块全新的超大陆。这套循环贯穿了地球几乎全部的历史，到今天也还在继续。很多人对地球版图的印象是固定不变的，但实际上地球的版图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就像一部播放速度超慢的电影，一直在缓缓变化。而板块漂移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地理隔离引发的物种分化。当两块大陆慢慢远离，中间被几千公里宽的海洋隔开，原本生活在一起的生物种群就被彻底分开了。两边的环境不一样，面临的生存压力不一样，演化的方向也就慢慢不一样了。曾经同宗同源的物种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演化道路，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其实也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生物多样性提升根本不是因为地球环境变得更稳定了，恰恰相反，是因为陆地不断分裂，形成了无数个互相独立的演化隔离区。每个隔离区里的生物都自己演化，自然就能变出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物种。后面的澳大利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亿多年前，澳大利亚从冈瓦纳大陆上脱离出去，从此彻底与世隔绝。上面的有袋类生物就走上了自己独有的演化路径，
诞生了好多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独特物种。但其实这套演化逻辑早在远古大陆第一次大规模漂移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在之后的数亿年里，大陆缓慢的漂移持续重塑着地球的地貌，催生出了最早的森林，改变了全球的气候，最终一步步推动着生命登上了陆地。说完了海洋里的热闹，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陆地。在 4.7 亿多年前，地球的陆地几乎还是一片死寂，那时候的大陆就是一堆破碎又荒芜的岩石，常年被风雨和地质活动侵蚀。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厚的臭氧层，没法阻挡紫外线，阳光里的有害射线直接就射到地表上。再加上昼夜温差极端剧烈，白天温室效应加上太阳直射，岩石被烤得滚烫，到了晚上，没有植被也没有水汽留存热量，气温一下就骤降下来。这种环境有多恶劣？打个比方，那时候的陆地就像个没遮没挡的露天铁板烧，白天能烫的细胞直接脱水，晚上又能冻得硬邦邦，再加上紫外线不停照射，对生命来说完全就是地狱级的生存环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陆地上什么复杂生命都没有，是真正的不毛之地。但生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总会慢慢往禁区里渗透。最早登上陆地的拓荒者不是动物，而是蓝藻和微生物系。它们依附在海岸线、河口附近那些潮湿的岩石表面，分泌出粘液，吸附空气中的矿尘和水分，一点点堆积出最原始的有机质层。别小看这层有机质，仅仅是形成几厘米厚的原始土层，就耗费了几百万年的时间。但就是这层脆弱又薄薄的土壤，彻底改写了地球的未来。因为从这时候起，陆地第一次拥有了储存水分、留存养分的能力，不再是那种留不住任何东西的光滑岩石了。微生物群落站稳脚跟之后，最早的陆生原始植物就登场了。它们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树木，形态更接近今天的苔藓、地钱、角苔，都是贴在地面生长的，高度依赖潮湿的环境。它们没有真正的根系，也缺乏输送水分的维管组织，所以只能长在水源附近，稍微干一点的地方就活不了。但它们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远古的化石证据证明，在 4.7 亿到 4.5 亿年前，这些原始的陆生植物已经开始遍布陆地的各个角落了。随着陆地植物越来越多，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此开启。首先是陆地光合作用的规模变大了，大气里的二氧化碳含量开始缓慢下降。然后是植物的原始根系慢慢风化岩石，释放出更多的矿物质，植物死亡后的残骸不断堆积，慢慢形成了真正的土壤。土壤的锁水能力比原始土层更强，就能支撑更多的植物生长，更多的植物又能制造更多氧气，积累更厚的土层。一套自我强化的生物循环就这样在陆地上转了起来。这件事真正震撼的地方在哪？在于从这一刻起，生命不再只是被动地适应星球环境，而是开始主动改造地球了。在这之前，都是地球环境怎么样，生物就只能跟着怎么样，环境完全决定了生物的生存条件。但这批最早登上陆地的生物不一样，它们主动改变大气的成分，主动改变地表的地质结构，主动改变全球的化学循环。这种改变在地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是这么一层薄薄的、矮矮的原始植被，默默为后世所有的陆地生态系统铺垫好了基础。后面所有的森林，所有的陆生动物，追根溯源，都要感谢这些第一批敢登上陆地，敢把不毛之地改造成家园的小小生命。当然了，从海洋登上陆地，不是换个地方生活这么简单。
海洋里有水拖着生物的身体，到了陆地上，生物就得自己支撑自己的体重。海洋里的细胞时刻都泡在水里，陆地上哪怕只是短暂脱水，都可能导致死亡。所以要在陆地上活下去，生命必须演化出一整套全新的生理构造，能锁住水分的保护层，能支撑躯体的骨架，能在体内输送水分的循环系统。这些演化突破最终既孕育出了后来的参天古木和原始森林，也一步步推动着动物最终登上了陆地。在陆生植物的演化里，维管植物的出现是又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什么是维管植物？简单说就是体内演化出了专门输送水分和矿物质的组织。有了这套组织，植物就能把水分从根部运到顶端，不用再贴在地面上吸水了，也就有了长高的基础。我们今天所有的森林植物，往上追溯远古祖先，都是这些最早的维管植物。最开始的维管植物，比如远古的蕨类、石松、木贼，都长在潮湿的沼泽里，一开始也就几十厘米高。但演化从来不会停下脚步，一部分物种慢慢长出了木质的主干，支撑能力越来越强，高度也不断突破，最后甚至能长到10米以上。到了 3.85 亿年前，地球上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森林正式成型。如果你能走进泥盆纪的原始森林，观感会和现代森林完全不一样。地面上铺着厚厚的黑色淤泥，到处都是慢慢分解的植物残体，那些长得像树一样的生物，外形特别奇特，一根根像外星巨柱似的立在沼泽里，和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木长得一点都不像。但这片森林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从来不是外观上的变化，而是它们彻底重塑了全球的气候。在陆生植物大规模繁衍之前，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特别高，最高能达到现代水平的10到15倍。温室效应拉满，全球气温居高不下，气候也极不稳定。而植物完成了一件此前所有生命都没法大规模做到的事，直接从大气里吸收碳元素，并且把碳储存在自己的身体里。通过光合作用，远古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把碳元素用来生长树干、根系还有木质组织。等植物死亡之后，大量的碳元素会被埋在沉积物下面，不会再重新释放回大气里。几百万年的时间里，这个过程持续不断，抽走了大气里巨量的二氧化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生命不再只是单纯的进行生物演化，更是开始调控整颗星球的气候系统。它们不再是环境的附属品，而是成了能影响整个星球状态的重要力量。地质证据显示，从泥盆纪到石炭纪这段时间，大气里的氧气含量大幅飙升，峰值能达到 30% 到 35%， 远高于我们今天的 21%。 氧气含量变高，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生物变化。富氧环境能大幅提升生物的呼吸效率，很多昆虫都演化出了巨型的体型，比如著名的巨脉蜻蜓，一展能超过70厘米，差不多和现在的老鹰一样大。在空中飞的时候，完全就是个巨型飞行物。但氧气浓度升高也不是全是好处，氧气太充足了，野火就变得特别频发。有时候一道闪电劈下来，就能引燃绵延几百公里的原始森林。大火烧过之后，剩下的灰烬又变成养分，植物再重新蓬勃生长。地球就这样进入了一套全新的生物循环，生命不再单纯的适应环境，而是主动为自己创造更适合生存的环境。从太空俯瞰的话，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地球慢慢从一颗光秃秃的岩石星球，转变成了一颗真正充满生机的绿色星球。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当生命拥有了改变全球气候的能力，其实也在无意间埋下了全新生存危机的种子。说到气候，就不得不提地球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状态——温室地球。什么是温室地球？简单说就是全球气温很高，极地几乎没有冰，整个星球都处在温暖甚至炎热的状态里。泥盆纪晚期还有古生代的好几个阶段，地球就处于这种状态。那时候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远高于现在，温室效应牢牢锁住热量，全球气温大幅攀升，极地的永久冰层全都融化了，海平面跟着上涨，大片大片的低洼大陆都被温暖的浅海淹没。高温带来的不只是气温上升，还有频发的极端天气。海洋蒸发加剧，会催生出远超现代规模的超级风暴。这些风暴在无边无际的古大洋上能持续肆虐好几周，而且当时没有成熟的陆地生态系统削弱风暴的威力，破坏力比现在的台风飓风要大得多。除了气候，当时的地质活动也远比现在剧烈。远古时期地幔的温度比现在高，岩浆更容易涌向地表。那时候的火山喷发不是现在这种零星的火山活动，而是巨型岩浆绳持续喷发几十万年，往大气里释放海量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分分钟就能彻底改写全球气候。有些远古火山喷发喷出来的熔岩体积能达到几百万立方公里，规模大到我们今天根本没法想象。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全都是灾难，对生命来说全是坏事。但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特别矛盾也特别有意思的规律，这些地质灾难同时也是推动演化的重要动力。每一次剧烈的气候变动都会造成旧的生态系统崩溃重组，一部分物种扛不住灭绝了，一部分物种适应下来了，同时全新的栖息环境也诞生了，反而给新物种的爆发创造了机会。纵观整个地球历史，长期的稳定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颗星球从来都是在灾难里完成演化，在崩溃里实现重生。安稳的环境里，大家都过得舒服，演化速度就慢。环境巨变，生存压力大的时候，反而能倒逼出更多的演化创新，催生出更多新的物种。就拿远古超大陆的内陆来说，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已经算环境严酷了，但和远古超大陆的内陆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温室效应下，白天地表酷热难耐，到了晚上又没有水汽保温，气温骤降，巨大的昼夜温差催生出现代地球几乎不存在的极端气象系统。环境越极端，里面能活下来的生物生存能力就越强，演化出的特性就越独特。很多人喜欢说岁月静好，但放在地球生命史里看，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岁月静好。变化才是常态，灾难才是常态，而生命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总能在变化和灾难里找到新的生存方式。讲完了表层海洋和陆地，我们再往深海走一走。很多人以为远古海洋只有表层有生命，深处都是一片死寂，其实根本不是。早在 4.5 亿多年前，海洋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生存环境了，而是分层的、立体的。寒武纪到奥陶纪这段时间，是海洋生物演化最重要的过渡阶段之一。海洋生态系统告别了简单的模式，变得分层、复杂，而且竞争激烈。如果你俯视远古的海床，不会只有无尽的黑暗。海底遍布着热液喷口，这些喷口是维系深海生态系统的关键。海水会顺着地壳的裂缝渗到地下深处，被地下的岩浆加热到300摄氏度以上，然后再通过海底的裂缝喷涌出来。深海的压强特别大，能达到标准大气压的250多倍。在这么高的压强下，
高温的海水不会像在地表一样沸腾，而是以液态的形式喷出来，带着大量的矿物质和硫化物。在这种高温、高压、永远不见阳光的极端环境里，生命找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它们不需要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而是靠化能合成作用活着，利用硫化氢、甲烷还有各种矿物发生化学反应，从中获取能量。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地球演化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因为它告诉我们，生命的存续不一定需要阳光。以前我们总觉得太阳是所有生命的最终能量来源，但深海热泉生态告诉我们，只要有能量来源，哪怕在永远黑暗的海底，生命也能活下去。这些热液喷口的周边滋生着大量的细菌和微生物群落，就像深海黑暗里的一座座化学绿洲。能量顺着食物链往上传递，形成了一整套完全独立于表层光照水域的生态链。浅海的环境好，光照足，孕育出了形态多样、结构复杂的生物。深海的环境极端，没有阳光，反而让生命练出了在极端环境里存活的能力。两边走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路线，也大大拓宽了生命的生存边界。深海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规律，水深越深，生命活动的节奏就越缓慢，但生命从来不会彻底绝迹。比如水深1000米的地方，水压接近100个标准大气压，足以摧毁没法适应的生物躯体，水温常年维持在2到4摄氏度，200米水深以下就是永久的无光区。哪怕是这样的环境里，依然有生命在活动，只是它们的代谢更慢，生长更慢，繁殖也更慢，用另一种节奏活着。所以说，远古海洋不只是生物大量繁衍的场所，更是生命学会无光生存、极端生存的试验场。甚至有不少科学模型提出，热液喷口这种稳定又持续的能源，说不定为最初孕育生命的化学反应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换句话说，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很可能就诞生在这些黑暗的海底热泉旁边。海洋从来不是一滩均匀统一的水，而是一个三维立体的生命空间。不同的水深，不同的光照，不同的水压，不同的海水化学成分，都栖息着不同的生物。从整套海洋生态体系里，我们能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远古海洋不只是滋养生命的摇篮，更是生命走向复杂演化的第一座实验室。在这里，生命是变了各种生存方式，是出了眼睛，是出了外壳，是出了食物链，也是出了不靠阳光也能活的可能。讲到这里，5亿年前的地球全貌其实已经在我们眼前慢慢清晰了。那是一颗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星球，一天只有21个小时，80%地表被海水覆盖，大陆光秃秃的没有植被，二氧化碳是现在的几十倍，火山不停喷发，气候反复无常。但就是在这么一颗看起来充满敌意的星球上，生命完成了它史上最华丽的一次爆发。我们看到了微生物默默耕耘几十亿年，给整个星球搭好能量和氧气的基础。我们看到了寒武纪的海洋里，眼睛的出现开启了一场绵延数亿年的生存军备竞赛。我们看到了奇虾这样的顶级掠食者，用捕食压力倒逼整个生态系统加速演化。我们看到了板块不停漂移，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用地理隔离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物种。我们看到了第一批勇敢的生命登上陆地，花几百万年堆出几厘米土壤，把不毛之地慢慢改造成了能承载森林的家园。我们也看到了深海的热泉旁边，生命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黑暗里开出了花。很多人了解史前地球是为了猎奇，是为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古生物，但我觉得真正看懂这段历史的人收获的远不止猎奇。你会发现，
地球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它不是为人类量身打造的一具星球，相反，它曾经满是火山，满是二氧化碳，满是极端环境。是生命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一边适应着环境，一边改造着环境，才一点点把它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我们总说地球孕育了生命，但其实某种程度上，生命也反过来孕育了今天的地球。你也会发现，演化从来不是什么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灾难，充满了一次次的崩溃和重启。没有哪个物种能永远站在顶端，也没有哪种环境能永远保持稳定。5亿年前称霸海洋的奇虾，后来也灭绝了；曾经遍布全球的三叶虫，最终也消失在了历史里。真正能穿越亿万年时光的，从来不是最强壮、最凶猛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放到今天来看，这个道理依然成立。我们现在总在谈论气候变化，谈论物种灭绝，谈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在破坏一颗原本完美稳定的星球。但当你看完5亿年的地球史，就会明白，这个星球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完美稳定。它一直在变，过去在变，现在在变，未来也还会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地球会不会变，而是我们人类能不能在变化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环境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像那些远古的生命一样，读懂这颗星球的规律，学会和变化共处，决定了我们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多远。毕竟在地球40多亿年的历史里，人类不过是刚刚登场的新角色，而那些写在化石里、藏在岩层里的古老法则，其实一直都有效。它们静静躺在那里，等着每一个愿意回望历史的人，去读懂属于生命的终极答案。